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视频之国际形势。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很多这个事情大事在发生中。首先啊，我们来关注这个美国众议院啊，今天已经选出这个议长啊，这个议长叫麦克约翰逊。这个麦克约翰逊啊，大家要关注他在2023年4月份在福克斯4月18号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直接对着中共开炮。他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COVID-19 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中共的恐吓和误导策略说明了一切。大家看看啊，他对这个中共病毒来源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被选上了作为这个议长。他当了议长，第一件事就是第一项法案就是支持我们亲爱的朋友以色列。这个法案立即投票，今天就以412票对10票支持以色列，并谴责哈马斯有10票反对的，估计就是那几个大家知道，民主党的有些在那里带领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在这闹国会那几个人所以这是这个美国众议院的支持，那就是告诉大家这是美国民意是95%以上都是支持以色列的。这个也是给拜登以及美国参议院以及美国军队的一个强大的后盾。大家知道美国这个众议院代表民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投票，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是给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接下来的各种行动，说实话开绿灯，鼓气打气。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看到拜登也发表了一个演讲一个讲话。他说哈马斯并不代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刚刚发表的讲话在白宫，而是躲在平民背后，他们躲在平民。以色列必须遵守战争法，这句话是政治正确，任何国家用军队你必须得遵守战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美国用军队也必须得遵守战争法，并且一切努力保护无辜平民，那是肯定的，一定要保护无辜平民。已经无法再回到那种情况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10月6日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努力确保哈马斯未来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下一阶段必须重点关注两国解决方案，需要致力于更大程度的一体化以色列进入该地区。这个背后这个政治正确，但是其实就是支持以色列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行动。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讲话也是说，谈到目前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表示我不会谈论保护士兵生命的时间框架，在现阶段我有必要继续从空中粉碎加沙，我们正在等待适当的条件在加沙开始地面行动，我们将使哈马斯为其行动付出代价。加沙的平民必须转移到加沙地带以南。这个是内塔尼亚胡今天的讲，说白了就是正在等待最佳的时机。现在有消息称说应对哈马斯的这个地道，他们可能会用那种打老鼠洞堵老鼠洞的方式，把每个地道口都给它堵上，用水泥然后给它浇筑，甚至浇很厚很厚，然后它根本就是快速凝固水泥，直接在里面，然后灌水，说灌海水，引海水进去，直接让它在里面彻底憋死，是吧？正在用这种方式，正在考虑用这种方式，所以需要现在正在找相关的情报，是吧？要确定哪些出口，它四通八达的出口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发出警报，这什么原因呢？这是伊拉克民兵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驻科威特军事基地发出威胁。这个科威特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是美国绝对的盟友这个就是现在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就是有点这个啥感觉，就是已经就疯了，知道吧？这招不行换那招，并且今天还有消息说，
这个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支持的这些伊朗支持的这些民兵组织武装力量还偷袭了这个沙特的皇宫。所以我们之前就告诉大家，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都希望美国解决这个伊朗，因为伊朗就是在当地解决伊朗和叙利亚，就是这个地缘上的一个流氓说白了就是流氓，吓得这些国家都不敢说话然后呢，扶持各种这种流氓组织就你的皇宫，你这么多王子，这么多家人，他随时给你绑架，是不是？所以他们有资金来源就来源于这些地方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决议。中共和俄罗斯再一次和美国唱反调，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就是维护哈马斯，用他们所谓的和平方案。所以哈马斯负责人政治局主席赞扬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以及他们对美国偏向占领的决议的这个阻挠。安理会还对安全理事会内外的呼吁停止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的所有国家表示赞赏，但是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迫使占领者尊重人权规则，并对加沙地带人民和整个巴勒斯坦人民适用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这是哈马斯政治局局长哈尼亚公开说的这个哈马斯现在就是学会了一招，他和萨达姆之前看没有？萨达姆是没有任何盟友所以在联合国在哪里他都没有人帮他说话。现在呢，哈马斯呢，他背后就是中俄意，邪恶轴心，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招，看没有？他都是打配合的，很明显就是配合，是不是？然后呢，现在世界上形成了所谓的这个人道主义就是他们滥用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和国际法但是他们自己呢就不遵守，自己就是野蛮大屠杀，是不是这种中共也是这样，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有什么资格说什么以色列那个，是不是？俄罗斯自己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反人类罪，中共在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种族灭绝，这些他们哪有什么资格？所以现在联合国这个秘书长也跑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还给习舔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联合国在很多方面上这已经被他们给利用的，是吧？这就是习搞的所谓的一带一路今天说什么哥伦比亚的总统也跑到北京去专门是吧去什么毛腊肉的这个纪念馆，我一看就知道这家伙绝对是中共发展的隐蔽战线中共培养出的，中共隐蔽战线培养出来的这样的夺取了哥伦比亚的政权，是吧？叙利亚哈萨卡北部由美军控制的这个机场附近，2枚炮弹落在这个机场附近，再次遭到袭击叙利亚东北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美国基本上没有大面积参与，俄罗斯呢是大面积参与，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它的根本利益，在中东的最后一块领地。叙利亚呢，美国呢，实际上之前不想跟俄罗斯有任何的在这个该地区有任何的冲撞，所以呢，基本上只是支持当地的一些游击队一些武装来打内战，一些独立武装所以呢在叙利亚内战让阿萨德搞了很多年，从2011年开始活到现在，是吧？他就觉得赢麻了，就跟当年萨达姆一样。1991年没灭，他就觉得赢麻了，到2003年最后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现在是美国的大兵压境因为他之前美军没有在这里区域部署相应的SS， 就是各种装备，所以呢能力有限，调个飞机也调不到，调个是吧无人机也调不到。现在是吧，等于说完全部署了，部署了以后就等一声令下，就等一个国会的一个机会就行了第一是机会，第二是正义，第三国会通过就可以了，很多事情就往前走。大家看很快的，因为国会已经选出议长出来了。这个迈克·强森是绝对对中共很了解的，他说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说的要点。这个真主党的秘书长叫做纳斯鲁拉，在一封手信写道，赞扬他们阵亡的战士，称其为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的烈士。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真主党领导人首次沟通，这非常重要。一些人分析他的信的意思，这是耶路撒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开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啥意思通往耶路撒冷途中的战士，这耶路撒冷就是他把这个当做当年十字军东征争夺耶路撒冷的这样一场为真主而战的一个圣战，看到没有？所以他必然真主党会加入，这就是他们的政教合一，这就是这个哈梅内伊的洗脑水平，他怎么样洗脑的，怎么样政教合一的，这是在这个21世纪还在用这个手段所以大家看这些有用没有？这跟义和团一样就是说白了，他们坚信一点，坚信啥？坚信自己的真主一定超过21世纪美国的科技，就这意思是吧？坚信这个历史还会重演，耶路撒冷还会再回到是吧他们的手中，他是坚信这个。好，我们再看这个今天以色列的空军再次空袭了叙利亚的阿勒颇机场。说白了，现在叙利亚大家看基本上就是这边就不断的空袭，那边也不敢说啥，因为他们在帮助伊朗在运送武器，运送各种装备，而以色列就在定点清除中，这种这个叙利亚，所以你看这个打也不可能白打呀，他一定会回击的，大家知道是不是？怎么回击？他就是等装备部署好中俄一全面部署好以后然后他们就会回击。所以这个默不作声的才是真正的背后的杀手。真主党叫唤来叫回去，你看叙利亚现在阿萨德没有任何声音出来，都是真主党是吧？伊拉克圣战组织以及什么哈马斯在那里前面叫唤，但叙利亚阿萨德不叫唤，是不是？他为啥不叫唤？他在准备大招，是吧？那习，我觉得习可能在上次从杭州回去以后，给他弄了什么新家伙都有可能，新装备。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散发传单，警告阿拉伯叙利亚军成员和指挥官，他们特别要求叙利亚空军，特别是1-2旅旅长负责从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警告他就是要定点清楚叙利亚很奇怪他就光打不说，看没有？也没有任何发言人，外交部部长也没出来，
就在那干啊，硬干，是吧？偷偷摸摸的干，这嘛很像中共的啊。你看中共现在在这个路径上，就各种角色都已经准备好了。狠角色那绝对是这个叙利亚啊，有大家伙、大杀器，真正运送的物资，所以从伊朗运的，肯定就是中共给他运的。这个真主党，那么就打游击的，真主党哈马斯现在是问中啊，他是吸以色列的火力，想把以军主力，如果主力全吸引过去的话，来个彻底的就是玉石俱焚都有可能。那就中共经常玩这种招，是吧？围点打援，或者是里面给他故意吸引完以后，这个以色列军队一旦进去，然后他再打他。主要是真正的主力应该就是现在来看，就是叙利亚这个美国的外围是吧？一定是他们就俄罗斯嘛，说白了，他那里就是俄罗斯伊朗、俄罗斯，甚至土耳其，就要对着美国来，对着美国的外围这个中共起的作用就是玩朝鲜，到一定时候，在美国内部发动各种乱战，甚至像以色列10月7号发生的事万一在华盛顿也发生了，那美国那就是真的就乱成一锅粥了，是吧？这个哈马斯和中共的结合以及俄罗斯的这种结合它的隐蔽战线一定要小心。它不仅仅，它真正的话不仅仅是它对着美国对着美国的军队。他如果只要掌握了美国每个将军的名字校官的名字、家里住址，是吧？然后每个政客的名字、家里住址，他给你来个一锅端真有可能。这确实很恐怖我告诉大家。所以他们现在叙利亚的这个准备，他就是在等机会，很明显，很明显好，这是这个时段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形势的更新和分析，别忘了点赞分享。晚间我们待会有直播节目，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再见。